去北京一趟哈。这次的宝贝盯了2、3年了啊。那么现在我就刚刚到达北京啊。好嘞，谢谢啊。好的，正好存中。好嘞。那么现在我就来到了拍卖现场的这个预展中心我说拍卖一定要看预展，他们会有一个品相报告啊。不过呢，就是说呢是仅供参考啊。那么我们还是要说通过这个去再甄别一下。这上面写的已经很详细了啊，品相报告仅供参考，参拍前请仔细检查品相，以实物为准啊。很多人其实根本都不说这些我说过了，就是拍卖公司它是有拍卖规则，比如说本公司特别声明，不保证拍品的真伪、品质及价值对拍卖的卖表不承担瑕疵担保责任担保，竞拍人应自视审拍这就是期待已久的我的小后门提前先看一下好，5万、16万，怎么这么大的？21万5。是一个日本人的一个酒行从前年我就一直盯这个，因为那时候疫情出不了国，你也没法说是这个上国外去实地去看去，所以说就错失这个机会了今年终于来到国内。检测一下这个品质然后还有真伪这就是传说中的斗台斗台源于就是明代明早期宣德年间，最出名的是橙花罐非常漂亮青花加上材料2次烧制非常俊秀有力的大青光绪粘制块，底座非常的干老，包浆自然我们说了一些好的东西都属于老货如新这就是在这一个一个的检查。那么再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一个也是非常的仔细每一个圈足为了怕磕碰都做了一个圈足的一个套。那么这是矾红矾红源于宋代到了明嘉万时期的话就比较流行了。那么到了康熙的时候记住这里边有一个重要的点，康熙时期一般不以单色的矾红出现至少目前是这么认知的，它一定会配一支青花或者是五彩。那么到了就是康熙以后，你比如说乾隆以后吧，就比较弱了它是以这个铁为主色系那么到了光绪一朝呢，回光返照又做的非常好，深沉大气自然这个器型都是铃铛杯。咱说这个东西真不真，你看它的款式非常写的铿锵有力非常的激动。那么这是一套7号拍品，这件是乾隆的青花缠枝花卉纹日本横滨藏家收藏记录于横滨国庆2019年，当时编号是226号红基组，起拍价格是8万，有上30万，直接报价30万，30万来自于这边新出38万，38万，38万现场报价40万有吗？40万应该市场内可以48万，前排谢谢48万，48万有没有的？可以接受52万，167号朋友您继续52万，还有谢老师52万在前方，后方的先生您看考虑加价，52万在现场，前排的报价需要加价吗？52万、55万，还有157。55万，没有的，谢谢。56万，56万，您也可以加价。57万，157号。57万，167号的报价。57万在现场，167号的57万，交到谁了？57万，57万，57万，最后一次。谢谢167号的57万，拍完了，然后交完钱就往这个库房里去取货这最后一个环节取货也是非常谨慎的，要每一个再重新就检验一下看这个东西有没有出入一定要仔细检查这是最后一个环节。美中不足的其中有一只是有冲线的，不过这个已经没所谓了。那么一会儿呢，我还要用专业的设备重新再检测一遍，这个过程可能比较慢，然后也是为这个艺术品为自己负责吧。大体先看一遍。
皇家之气的这种美丽惊艳，或者说细致这就是当时的皇家之物。现在增值潜力或者是参考以往的这个拍卖价格一直非常好。收藏它的同时，我们在欣赏这个艺术的同时，也是一种财富的积累。相对于这个价格来说其实我已经很满意了。那么今天呢，就是为它而来的。主题封面，2021年的青石重头戏，没想到被我给拿下来了。真正的官窑其实这种在市面上仿品巨多，传承有序从日本的横滨前年然后再到今年我们中国的北京我打算把它就是一直留到中国，我们传承下去。官窑就是给人的感觉就是不一样，你拿到手里那一刻，你有一种感动，然后你有一种欣慰你有一种自豪，那也许这就是艺术品的魅力。我又得干火车了，咱们走。长夜漫漫，无心睡眠。这个刚才又翻阅了很多这个藏友的私信昨天我也说过我说到了晚上的时候人的心就沉了下来了，所以基本上我在晚上抛去这种白天的纷纷扰扰的时候我就会在欣赏一件艺术品我发现我的这个粉丝呢分两派，一派就是求知派不要什么寓教于乐你就给我分享点干货就行。另一派的粉丝是什么呢？喜欢寓教于乐就是在我这种下乡收获或者是地产淘宝这种乐趣中增长知识那怎么办呢？抽出一定的时间来第一就专门介绍干货的第二呢就说下去这种一线淘宝的视频让他们这两种视频呢就是来回交替进行这样的就各取所需，把这是一些知识传递给大家。我想大家已经看见了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干货就是它那么这个干货分享起来等你看完了以后，你会觉得很神奇它与这个瓷器与历史朝代的发展有着某种密切的关联也许有些人有所耳闻，但是说在这件瓷器上体现的淋漓尽致首先说一下这个器型是一个炉子我们行话叫炉子就是说香炉这个可以看得出体态非常的这种朴拙俗话说就有点那种粗老笨重的意思。其实话糙理不糙，我一说粗老笨重大家就记住了并不是线条，并不是说多么流畅或者多么优美，但给人的感觉一定是那种强壮有力踏实的这种感觉就是很敦实靠近的看一下，你看它这个釉水非常的肥厚青花还有这种铁锈斑包括它这个胎组看一下特别的厚实和粗壮。好了，不卖关子了我说一下，那么可能比较内行的就能知道这是什么时候的一个青花香炉了体型比较硕大是顺治时期的一个青花的香炉为什么我说刚才我开头说的时候很神奇因为顺治是入关后的清代的第一位皇帝。我们只说康雍乾，有些时候把顺治给忘了。还有很多藏友问我没得建议就是说发这个顺治的瓷器呢？其实顺治的瓷器它是属于一个从明代到清代的一个过渡期。顺治呢6岁登基14岁亲政然后呢这个24岁那就不做深究了说什么的都有也就是说短短在位18年的时间，那个时候他是入关的第一位皇帝你想想在那个时候其实当他君临天下的时候，但是说他实际这种控制管理国家并不明了，所以说呢他就体现在这种瓷器上再一个呢入关以后呢他还有一种这种就是说看看我之前然后往前奔往前再走一步再看一下在瓷器上体现的淋漓尽致看见这个龙身子了吗咱从龙尾巴开始看起这个龙尾巴到这没有了又出现了一段是不是？到这边又出现了一段这叫一身三线一个龙身子出现3次。再看一下它这个头是回望的回头龙，什么意思呢？就说我入关了，我还要看看，就感觉就好比人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一样一个君王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改朝换代的这种感觉。再一个看一下这个龙的这个爪子非常的雄壮有力这就是典型的一个顺治时期瓷器的一个特征有3线的有5线的最多有9线的就是说
它不是一个完整的龙身子，若隐若现啊。因为那个时候啊，整个国家和政治并不明了，就完全体现在瓷器上，这是非常神奇的啊，也是没有人说啊告诉他要怎么做啊，但是就是冥冥之中就联系到一起了。当然呢，还有一些民间流传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龙一身三线，就说呢里边可能有着这种啊反清复明的情绪啊，然后把这个顺治皇帝入关的第一位皇帝，碎尸万段啊，有点这个说法啊。这个说法呢啊，就是有点牵强啊。历朝历代啊，皇帝啊，在这个封建社会，皇帝对于文化的发展是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的。你比如说宋徽宗时期啊，你比如说再往后这个永乐大帝时期啊，包括这个这个成化呀，再往后的乾隆啊，等等等等啊，历朝历代啊，这个皇帝对于这个文化发展的影响是十分深远。包括这个龙，看一下这个龙的这个眼睛啊，这个气势啊，这个力度，包括这个右手啊，包括我刚开始说的这个修足啊，非常的粗壮啊。我们经常见康熙和雍正的感觉，他这个修足就已经很粗壮了，但是在这个时候就更粗壮啊，因为这是他的根基嘛，整个清朝的根基啊，这么粗壮，这是也是非常难得的一件清最早期的一件这个青花龙纹的一个香炉。所以说如果说大家再见到这种一身几线的这种龙纹的无论是香炉还是别的器型，那么它一定是顺治时期的风格再一个呢，还有从明代流传下来的这种将口也是传承到了清代了，因为它是一个过渡期嘛。只要看到这样的，一定是顺治的一定是顺治的风格大家记住了吗？我是收藏小哥喜欢收藏，喜欢收藏背后的故事，请关注我，给我点赞。下期节目再见。非常漂亮。非常的清香哑不哑？今天也附庸风雅一会儿那么咱们书归正传为什么说爱喝茶的人家或者会喝茶的人家出大官？这可不是天方夜谭这个是有据可查的。那么在南宋的时期有一位老者这个老者叫什么呢？叫沈安，就写了一本书，里边就详细的记载。那么这本古籍善本呢就在我手里然后呢也是应邀咱们西瓜视频出一期古籍守护人的一期节目我也今天就作为古籍守护者给大家讲一下那这是一个后期的一个木板刻印的一本古籍就完全是按照古版来的，也是非常难得说了这么多，大家好像云里雾里的。好了，不跟大家开玩笑了，就说南宋这个沈安老人爱茶具如命那么我相信大部分人都不知道其中的奥秘之所在。就说呢，在我们宋代的时候呢，喝茶要12件茶具，每一件茶具这个沈安老人都赋予了它拟人化，赋予了它官职。那么咱就看一下具体这12件东西是什么呢？可能放到现在大家非常的陌生。第一件是韦红炉韦红炉，你看嘛，红炉其实谐音烘炉烘焙用的把它放到这一个苇字边的一个器具里边进行烘烤，这样的话茶叶就会干熟，所以叫韦红炉，姓韦，官职是红炉这个红炉是个什么官呢是管什么呢？管外交的一个官，它正好属于外围嘛，喝茶的外围那么第二件是什么呢？木袋制你看吗？给人感觉好像是不是舀水的？其实不是这是相当于我们蒜臼子，你知道吗？其实它都是木质的。把这个茶烘干了以后放到里面，敲打一下把它弄碎木袋制。那袋制是个什么官职呢？相当于我们的智囊团或者顾问皇帝身边的人咱看第三个，金法槽古代的法是这么写的，金肯定是金属的这是一件金属的。然后把刚才烘干碾碎的茶叶末再放到这里边进行碾碎法槽日本有好多还延续我们的旧制其实它就属于司法部门的就像我们法制部门的人金法槽实力碾压这些不道德的分子然后咱再看下一个十转运这个一看就明白了。刚才这个法槽碾压完了还不行，再放到一个小石磨里，继续把它粉末，把这个茶叶再粉碎
转运是什么啊？相当于我们的交通部门的这种官职再下一个胡员外员外嘛，我们一听是不是肯定是脑满肠肥、大肚圆圆土豪，肚子里没啥墨水看这就是员外，其实就是一个葫芦瓢舀东西用的员外大家应该知道那么下一个罗枢密一听罗是不是那就是罗呀，我们筛东西的东西，就是说把这个茶叶末呢再舀到这里边进行筛选，继续把这个茶叶细化。那个枢密是什么？古代有枢密院枢密院里的这种高职人员他的权力不次于宰相所以也是非常厉害的。下一个宗同事这个更好理解，一看这不扫床的刷子吗？那时候是你看前面那一套弄完了以后，是不是需要扫一扫宗字做的，谐音宗，从事。那从事是个什么官大家知道和珅身边那个刘全吧大体是这么一类人物再一个七雕秘阁，一听这秘阁那这就是皇家藏书的地方你比如说编纂四库全书什么，这都是大人物其实它是什么呢？它就是一个展托别烫着手七雕秘阁它是漆制的那我这里有一件漆雕的东西这样更形象，看见了吗？雕漆，只是我这是个瓶，它这是个盏就是这么个意思接着下一个陶宝文你听宝文那也是这个属于皇家的然后宝文阁呀什么什么什么都属于这个文人的一种职称。其实它就是陶器汤提点刚才我喝茶了，我提的那个就是汤提点，其实它是一把壶古代叫柱子也但是呢它不是直接把茶叶放到里边，它只是把滚烫的水放到里边直接冲茶的叫汤提点。提点大家理会一下，大宋提刑官知道吧这个也属于就是法制部门法务人员汤提点给你很高的温度压你那么再下一个竹副诗竹副诗竹子做成的其实它是一个就是这个形状的一个东西，干什么的呢它是咱们泡上抹茶以后它放到宋代兴抹茶嘛就是喝的茶叶末就是刚才我泡的这个高碎茶副诗，一听这副诗是不是赴汤蹈火就这么个意思丝织坊一看什么是个丝巾，那它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我们现在的茶巾那它的职位是什么呢？织坊，就是古代是绘制地图看我们国家版图的不能我国领土不容任何外邦的侵犯丝织坊。那么这就介绍完了我们12件12个大官，12个人物这就是我们南宋时期沈俨老人写的《茶具图赞》。这样一说大家就明白了。通过我的讲解可见我们古人那时候对于茶道对于茶是非常非常的讲究，非常非常的雅致在探究古人古籍的同时，其实我们更能理解我们古人的文化。那么自18大以来我们习大大就提出了文化自信，文化强则国强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唯一一个5000年文化没有断档的国家我们中国为什么从未被战胜？这就是我们文化强大的原因。我收藏小哥喜欢收藏，喜欢收藏背后的故事，请关注，给我点赞，谢谢大家。